那今天如果你在停经后去拿掉子宫，那没有差，你本来就已经没有月经了。我有病人啊，在45岁的时候就因为月经量很多来找我们撑到停经就好，殊不知他到50岁都还没有停经，所以最终他到50岁，我们两个讨论的结果就把子宫拿掉了。开完刀回来看我就跟我说，医生怎么不早点帮我开掉？我早就想要体验没有月经的感觉了。性行为会不会有太大的落差？我们访问的结果其实没有太大的明显的差异。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病人常问的问题，就是拿子宫很可怕吗？会有什么后遗症？谁要拿子宫？常常会有病人进来说，医生啊，前一个医生跟我说我要拿掉子宫，可是网络上说拿掉子宫有很多问题，拿掉子宫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呢？网络上的学说不一定是正确的，就是大家要自己懂得筛选。我们先跟大家介绍正常的女性的身体的构造，这是一个正常女生会有的生殖系统。通常我们看到这个是子宫，那这是我们平常从外面阴道进去看得到的子宫颈的部分，这是输卵管，这是卵巢。那这几个构造的部分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子宫最重要的功能呢，就是让你的卵巢分泌卵子以后分泌出来雌激素，雌激素会经由血液回到内膜的部分，造成内膜变厚。今天假设我的精子从这里进去，怀孕以后我会回到子宫，住在子宫里面，所以子宫没有错，它就是让你每个月有月经的关系。另外就是让小朋友发育的时候住的地方，这是小朋友要住的房子，发育的时候要住的房子。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子宫，最大的问题我们会提醒大家是会不能够生小孩。那假设台湾今天有代理孕母的话就没有问题。那台湾因为目前现在还没有代理孕母的制度，所以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子宫才可以生小孩所以这个是子宫最重要的构造，在现在来说。那你说我到底把子宫拿掉会有什么影响呢？子宫拿掉的影响，最大影响就是你会没有月经了没有月经跟没有荷尔蒙跟停经是两件事情没有月经是因为你没有子宫了，所以你就没有内膜，它不会增厚也不会流血，所以你没有这个构造，所以你就不会有月经的出现。但你的卵巢还在啊，所以你还会有卵子，你还会有荷尔蒙。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如果顺便连卵巢一起拿掉，我是不是就停经了？对，如果你今天连卵巢一起拿掉，你就不会有荷尔蒙的产生了，今天你就是真的停经的状况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停经前，就是今天你本人还有月经的状况下去开刀拿掉子宫，你会没有月经，但是还有荷尔蒙。那今天如果你在停经后去拿掉子宫，那没有差，你本来就已经没有月经了所以其实没有在你的生活上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但是如果你在停经前就直接把子宫跟卵巢一起拿掉的话，你会直接进入一个叫做依源性的停经的状况，就是因为你把你的卵巢都拿掉了，所以就没有荷尔蒙了顿时从有雌激素的状况进到没有雌激素的状况，就是所谓进入人家大家常说的更年期啊，或者是停经的这个状况这是比较需要跟大家解释在开刀的前后生理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实际上来说呢，除了我们需要担心有没有月经有没有荷尔蒙之外，下一个问题是，那我子宫拿掉到底会不会就脱垂病人就会跟我说，我这里本来有住一个子宫，那我子宫拿掉这边就空了怎么办？好，先说肚子里面是一个空间，它并没有分开说上面住谁下面住谁只有子宫住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进去开刀的时候可以看到肠子其实就是都堆在子宫的旁边。今天子宫如果不见了，我会在这里缝起来，这里就会有一个空间，没有错，这地方肠子就会掉下来，就是肠子所以它并不会因为开完子宫空一个空间出来让你这边觉得很空很空，不会有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我开完子宫会不会掉下来我把子宫拿掉了，我是不是整个里面的东西都会脱垂掉出来？不是先说子宫还在的病人，今天假设你长期的负重，你的工作是我常常要去搬重的东西，而且我没有好好的去锻炼我骨盆腔底的肌肉的话，我其实会连子宫跟膀胱一起掉出来。所以开刀不开刀其实不是影响你脱垂的最主要的原因开刀的部分呢，其实在韧带的部分我们其实是破坏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骨盆底的肌肉。但有些人会担心的话呢，主要支持的骨盆底的肌肉群就会在子宫颈的这个附近所以基本上开刀其实并不会开到真的骨盆底的肌肉群的部分，反倒是如果你生小孩之后因为负重，整个骨盆底肌肉会往下掉，那你就会比较容易造成脱垂的现象所以以前人生得多或搬重物的，就比较常常听到子宫会掉出来啊，阴道会掉东西出来，常常我们就会看到有脱垂的现象。所以开刀并不会直接的造成脱垂，也不会造成有空空的感觉。那到底开刀后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事情？一，如果你把子宫颈也拿掉了，好处是
我现在开刀前，我的子宫是有良性病变，譬如说我长很多颗肌瘤啊，或者是我有腺肌症量瘤很多，我假设把子宫拿掉，我就可以解决掉我出血的问题，我就不需要吃药了。对，这个答案是对的哈。所以我有病人啊，在45岁的时候，就因为月经量很多来找我，我就想说，哇，45岁了，应该快要停经了，我们撑到停经就好。殊不知他到50岁都还没有停经，所以最终他到50岁的时候，因为血真的流太多，我们两个讨论的结果就把子宫拿掉了。病人隔一个月开完刀回来看我，就跟我说：“医生怎么不早点帮我开掉？我早就想要体验没有月经的感觉了哈。”女生会立刻的没有月经，那实际上痛会怎么样吗？我觉得还好，不会太痛。那有些人会另外一个抱怨的点是，性行为会不会有太大落差？根据我街头访问的结果，就是有一些病人有拿子宫，没有拿子宫，我们访问的结果其实没有太大的明显的差异，只是因为我们开完刀这里是有伤口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3个月之内不要开机，比较安全一点点，因为伤口还没长好。除此之外，我觉得开腹腔镜或者是开子宫的这个手术，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很成熟的手术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太明显其他的副作用的。那至于大家会常常担心，就是开完刀会形成粘连啊，粘连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只能做预防的动作，就是开刀的时候，我们用检查的更干净、清洗的更干净来预防粘连，甚至放一些防粘连的东西。但是其实粘连的这种东西还是看每个人的体质哈，所以粘连这种东西比较没有办法靠手术前去做更进一步的评估这样子。但其他来说，我觉得手术对于子宫脱垂，或者是对大家漏尿，说开完刀就开始漏尿啊，上厕所上不干净啊，前面膨出后面膨出，这其实都不是因为开刀造成的哈，反倒是开刀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看到你们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我们反而可以同时帮大家去做校正的动作哈，所以开子宫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可怕。我是烘焙摄医师，如果大家对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如果再想进一步的话，也可以来刘教授诊所找我们。那请大家多多分享正确的妇产科知识。